在台湾科技与经济崛起的故事中，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一段传奇。它起步于极其简陋的基础，进而在数十年间成为世界瞩目的护国神山。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晴，今天要聊聊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故事。订阅关注不迷路，欢迎订阅按赞，方便下次找到本频道。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哦。欢迎留言讨论，无论是智能手机、电脑、电动车、机器人，还是 5G 技术、AI 芯片，几乎所有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半导体。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厂就在台湾，甚至可以说，台湾作为半导体霸主，掌握了全球科技发展的关键命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覆盖了从芯片设计到制造，再到封测的全产业链，堪称全能型选手。具体来看，芯片代工，台积电 TSMC 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军者。2024年，台积电占据了全球芯片代工市场65%的份额，远远甩开竞争对手，稳居全球第一。这意味着世界上每10颗芯片中有6.5颗出自台积电的生产线，而且台积电主要生产高附加价值的高端产品，甚至连美国的军事武器也要用到台积电的芯片。芯片设计，在芯片设计领域，全球排名前10大公司有7家的执行长是来自台湾，其中联发科、联咏、瑞昱是台湾上市公司。全球第1大芯片公司 NVIDIA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是台湾人。芯片封测，台湾的封测领域同样实力雄厚，以日月光为代表，单是这家公司就占据了全球26%的市场份额，再次稳坐第1的宝座。此外，在3C 代工领域，鸿海精密、富士康和华硕等台湾企业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几乎垄断了全球主要的电子产品制造和供应链。可以说，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供应，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1950年代，台湾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80%以上，主要以出口换取外汇。然而，台湾迅速抓住了20世纪中期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转移的机会，逐渐建立起以纺织、制鞋等为代表的轻工业。虽然这些产业技术含量较低，但为台湾积累了初步的资本。进入1960年代，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台湾开始向重工业领域转型。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发展塑胶、石化、钢铁等基础工业，同时积极吸引外资和技术。台湾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加工出口转变为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重工业体系。1980年代初，全球迎来了第3次科技革命，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半导体行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台湾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通过设立科技园区，如新竹科学园区，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人才，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便是在这一时期回台创业，他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台积电迅速崛起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台湾科技与经济崛起的故事中，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一段传奇。它起步于极其简陋的基础，进而在数十年间成为世界瞩目的护国神山。这个过程既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台积电的努力成果，也是整个台湾产业界不懈追求创新的缩影。1973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的成立，标志着台湾半导体发展的起点。在当时，台湾正面临退出联合国石油危机和外交挫折的多重压力，经济需要转型升级。时任经济部长孙运璇推动成立工研院，目的是让台湾从劳力密集产业向技术密集产业过渡。然而，这一改组遭遇不少阻力，包括立法院内的反对声浪。成立后的工研院如何找到适合的技术方向，成为初期的关键。1974年2月，一场在台北南阳街豆浆店的早餐会议，改变了台湾的产业命运。时任工研院院长方贤奇与潘文渊、史钦泰等专家在会议中确定了
机体电路作为台湾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当时潘文渊建议以1000万美元引进美国 RCA 公司的技术。尽管这对人均年收入仅400美元的台湾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孙运璇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赴美取经第一批种子部队。为实现这一计划，工研院选派了多位精英工程师赴美国 RCA 学习技术。当时这些台湾工程师在美国的小镇上引发关注，甚至登上了当地报纸。他们承载着台湾技术自主的梦想，学习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全套 IC 制造技术。学成归来后，工研院迅速建立示范工厂，成功制造出7.5微米制成的3寸晶圆，其良率甚至超越了 RCA 原厂的水准。然而技术问题解决后，市场的挑战接踵而来。台湾本地企业对自制晶片信心不足，工研院工程师们不得不亲自学习市场行销，打开市场大门。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公司联华电子，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工研院意识到示范工厂的商业化运营可能影响其研发使命，因此政府主导下，1980年工研院将制造业务分割，成立了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联华电子。联电的成功不仅证明了台湾制造晶片的能力，也让政府看到了投资半导体产业的潜力。台积电的创新模式，联电的成功带动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真正改变全球半导体产业版图的是1987年成立的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台积电的诞生背后离不开张忠谋的远见。张忠谋于1985年接任工研院院长后，提出专业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将制造晶圆与设计分离，解决了全球半导体公司无法同时兼顾设计与制造的难题。台积电创立后，以工研院的示范工厂为基础，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领先的晶圆代工厂。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不仅让台湾站上全球半导体舞台，更彻底改变了半导体供应链的运作方式。多元化与全面布局，随着台积电、联电等企业的成功，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逐渐完整。1988年，工研院将电子所的部分业务分割，成立台湾光照公司，专注于光照技术。同时，台湾的 IC 设计、测试与封装领域也纷纷崛起，如联咏科技、日月光等企业。回顾这段历史，从1974年豆浆店中的决策到今天的全球瞩目，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以下几个关键因素：一、技术引进与本土化。透过引进美国 RCA 的技术，并结合本土的创新能力，台湾快速掌握了先进技术。二、人才培育与回流。工研院派遣精英赴美学习技术，并吸引海外学人如张忠谋等人回台，形成一支技术先进的种子部队。此外，台湾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也为技术引进和知识积累提供了条件。三、商业模式创新。台积电的专业晶圆代工模式不仅成为全球范本，也让台湾在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四、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从工研院到联电、台积电，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和民间资本的投入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产业的快速发展。五、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台湾拥有从上游芯片设计、中游制造到下游封测的完整产业链，这种一条龙式的产业布局，使台湾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六、产业聚集效应。新竹科学园区的建立使半导体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台湾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从无到有，从模旁到创新，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一段令人鼓舞的旅程。这不仅是一群工程师的奋斗史，更是台湾如何以智慧和毅力克服困难的最佳注解。展望未来，台湾半导体将继续站在全球科技的浪尖，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为世界带来更多可能性。你觉得台湾是如何成功转型为科技岛的？欢迎在评论区谈谈你的见解。欢迎订阅按赞，方便下次找到本频道。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哦。